最近很火的一句歌词是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对，我看我头发非常的蓬松，为什么非常蓬松啊？那是因为我们美国现在 shelter in place， 在家工作已经很久了，外面理发店都没有开门。我真是希望我赶紧能够出去把我这个头发剪一剪。那今天呢，我讲的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疫情的原因，那么疫情对整个科技行业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这已经不再是怎么样呀一个月或2个月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许多公司，包括 Facebook 都开始宣布员工可以长期在家工作。这件事情没有看着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可能对整个科技行业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今天就让我来分析一下。几大科技公司开始呢，大概3月份左右开始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去进行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包括我在内，包括公司在内，我觉得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比如说你看一下中国，对吧？你看这个武汉封城2个月，然后怎么样呀？大家就复出了。那虽然这2个月确实很辛苦哈，但是最后怎么样呀？还可以，最后大家就解决了。本来我也以为1-2个月就要回办公室上班了，结果这现在看上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现在的这个感染人数不断上升，超过了100万，而且还在上涨。现在我都已经不关心了，反正这个感觉呢，就是已经控制不住了。所以各大科技公司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的展望呢，是说短期内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比如说很多公司都是说，你们至少可以在家里工作到10月份、11月份，甚至年底，甚至怎么样？有这么几家公司，从一开始推特，然后是 Square， 然后是 Coinbase， 然后是怎么样呀 Shopify， 然后是怎么样呀 Facebook 等等。那前段时间他们都宣布了，员工可能可以永久在家工作，就算是疫情过去了，还可以在家工作。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首先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哈，它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个重要的原因什么呢？就是现在美国的抗击疫情非常不利。在中国呢，1-2个月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对吧？美国按照现在这个情况，这事儿没完，所以呢没办法，公司不能让大家都能够很快的回公司工作，只能想到说那以后怎么办呢？怎么能让大家都能够长期远程工作？这是一个。那么呢，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长期的在家工作呢，导致公司意识到，其实在家工作还不错。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在家工作见不到人，肯定工作效率下降。后来，现在大家觉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突然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那么糟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而且呢，这个事情对公司还有很多影响。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成本。就比如说，如果人不去办公室上班，你是不是就不用买这个桌子了呀，不用买椅子了呀，不用租这个写字楼了呀，那不用给公司免费提供食物，不需要有这个班车什么的，这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上的一个下降，对吧？这个其实可以省非常多的钱。最近我们不是因为在家工作嘛，所以我们也得看一下有些什么家具我们可以买的，比如说电脑桌、电脑椅啊，什么沙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我们公司买的那些沙发或者椅子什么的，发现巨贵，我们公司办公室里面那些东西巨贵，所以这部分如果能够省下来的话呢，可能给公司省不少成本。而且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就算以后大家要回去办公室工作，我觉得政府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必须要拉长，不能像以前那样坐得紧紧的，可能2个人之间要隔个2米这样，也意味着人的这个办公座位的这样的一个密度呢可能会下降。这样其实公司可能需要租更多的这个办公楼，对它成本来说是一个提高。所以如果让大家能够远程工作的话呢，在办公成本，就是写字楼啊、家具这方面的话，对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约。这是第2个。第3个一个很大一点呢，就是除了说公司适应了这个事情，以及对于这个办公的这样的办公的这个成本的减少之外呢，对招聘有很大影响。那以前呢，公司它只能够在本地招人，但对他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在奥斯汀，对吧？这个人其实能力也很不错，但是呢，你只能让他要么就到硅谷来上班，因为你的主要办公室在这儿；要么呢，就怎么样，就只好放弃这个人。那只能让本地的奥斯汀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去聘请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现在的话呢，
至少公司可以在全美甚至全球的范围内来招聘他想要的员工。比如说这个人如果在奥斯汀，你公司在硅谷没关系，云入职，对吧？然后只要你能够上网，能够上视频，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这样对于公司的招聘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这样它可以获得更多的人才。那这个呢，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公司开始有这么多想法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习惯了，他觉得这个东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没有什么很大的生产力的下降。第二个呢，是对他的这个工作的成本有很大的减少。第三个呢，就是从招聘角度来说，更容易招到外地人才。那除此之外呢，怎么样呀？这个事情对行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人员的收入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扎克伯格已经说了，如果在外地招的人是不会给硅谷的工资的，是根据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物价来进行一个调整。所以的话呢，比如说工程师吧，对吧？你在奥斯汀的工程师，那你很可能会拿到的工资会比在硅谷拿到的低，因为你本地的生活成本比硅谷要低很多嘛，所以你的人员的这样成本也就低很多啊。但是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硅谷的公司可以在各个不同地方招聘，意味着它这个我们叫做supply and demand 的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以前呢，硅谷之所以这些人，比如说工程师的工资非常高，那是因为供不应求。那现在如果供应变大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大家的收入被拉平，就是很可能会，比如说地方像奥斯汀这样的地方的工程师的收入工资会上升，而硅谷的工程师的工资可能会下降，因为他面临着更多的竞争。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这个工资、对地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产生的一个影响。那这个甚至可能会导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导致房价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在硅谷地区，因为硅谷现在人很多，收入很高，所以呢很多人涌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里房价非常贵。如果以后科技公司可以向外招聘，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不在这了，或者不来这了，那硅谷的房价甚至都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这个可能对行业也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不过呢，现在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情况还不清楚，我们叫 open question， 很不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信息是，不同的州是有不同的税务问题的。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加州入职的，然后你说，我要搬到这个德克萨斯去，那你是必须要在德克萨斯交德克萨斯的税的，那么你的收入也就必然会怎么样，按照德克萨斯的方式来领取。你不能说你在加州入职，然后你住在德克萨斯还领取加州的工资，而且呢还交加州的税，这是不可以的，这有很多税务上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操作，其实现在看上去还是有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再比如说国际关系，就是很多人说，那以后公司可以远程招聘的话，那都不需要招在美国的人了，你可以招在印度的人，在中国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怎么样要为你上班，他就可以在那边远程的视频的跟你工作。理论上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使得不仅美国，而且全球的人才，比如说工程师的收入会被拉平，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工程师收入下降，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的工程师收入会上升。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所在。比如说，就算是一家公司，比如我是想要降低我的这个工程成本，我想要招更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为我的远程上班，我可不可以做到呢？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大量的美国的这个劳动力或者是就业机会外流。现在美国的民众对于 H1B 就已经有很大的意见了，那更不要说你直接把这个工作怎么样呀，通过远程的方式放出去。所以的话呢，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民间的阻挠以及政府的阻挠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怎么样呀？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它落地到底是怎么样呢？现在还真的是说不清楚。最后呢，我想说说看我自己的看法，因为老有人问我说，那现在这些公司对吧，包括Twitter、Facebook， 他们现在可以员工远程的永久性的工作了，你怎么看？我觉得第一点哈，就是我个人虽然在硅谷生活还蛮长时间的，但其实我对硅谷有很多的槽点的，有很多槽点。硅谷当然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非常聪明的人，非常的这个创新的公司，但是比如第一，硅谷的交通非常糟糕，因为硅谷是一个虽然很大，但是极其容易堵车的地方，因为人非常多。比如说硅谷有条主干道叫101，人称怎么样呀？101停车场，对吧？因为上面老是堵车，堵得上停得不动，对吧？再比如说硅谷的房价非常贵，再比如说硅谷的这个非常拥挤，比如你去超市，去 Costco， 你会发现里面人爆多，就是硅谷其实有很多槽点。如果说这些科技公司能够
执行这种远程的这样办公的话，那么必然硅谷的这个密度会下降。不管是比如说，如果我搬走哈，那我搬到别的城，我搬到奥斯汀去，那我的生活质量肯定要提高，那我觉得很好。如果说别人决定搬走，我不搬走，对吧？那硅谷的人也会变少，那我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对于硅谷的这个人的密度来说，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对于具体每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来说呢，这个真的是要看个人。因为我的一个观察是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内向性格的人呢，我其实挺喜欢远程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内向性格人来说，他的能量啊是通过不断的与人接触来消耗的。这个接触呢，主要是来自于你这个受到外界刺激的这样一个量和我们叫 exposure 的这样一个层级。如果你 exposure 越高，那么你的能量消耗就越多。在办公环境里面，这个能量的消耗有的时候是有点浪费的。比如说，你坐在办公室本身，你周围坐了一圈人，其实这对你来说就有隐形的能量消耗。比如说你在路上碰到一个谁，然后谁跟你打招呼聊一聊，这个对能量也有消耗。比如说你在这开一个会，里面10个人讲话，对吧？你可能只讲10分钟，但是另外的50分钟怎么样？别人在讲，但是你又不能走，那这个对你能量其实也是一种消耗。你必须在那坐着，你只要跟人有接触的话，都是消耗你的能量的。那么在家工作呢，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就能够帮助内向性格的人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能量。比如说需要我讲话的时候，需要我这个去做报告的时候，我当然责无旁贷，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但是呢，我就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周围很多人围着我的这种感觉。我一个人在家里的话，那么我的这个 exposure 就少很多，我的能量的这个流失就少很多。再比如说，在跟很多人一起开会的时候，比如10个人，就现在该我做报告，好，那我做完了之后，对吧？我就可以把我的麦克风关掉，把我的视频关掉。那你们讲的时候，我就听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我被一堆人围着，然后我的这个能量不断的消耗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坐着，可以躺着，对吧？我只要听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让内向性格的人少流失一些能量。他可以把能量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可以更多的写作呀，可以写文档回邮件呐，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其实我觉得这对内向性格人呢是很有利的。外向性格人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吐槽，就很多外向的人确实是不太喜欢这种情况，主要是有一些外向性格的这种管理者，他比较喜欢的这种管理方式呢，是把自己的能量投射出去。用自己的能量去激励别人，这个当然是很好的，是很好的。那么隔着一个屏幕呢，就比较难去做这个事情，比较难去真的去把自己能量那个投射到那么多人的身上。那在面对面的时候，这点就好一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呢，我个人是很喜欢。但是呢，你是不是说你跟这个人永远不见面呢？我觉得也不行，人和人之间还是要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 relationship 很重要，而我又是一个这么在意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人，所以最好的情况呢是，又能够长期在家工作，但是隔一段时间呢，同事之间还是要聚一下，不管是在办公室啊，还是搞一个什么 offsite 团建之类的，还是要稍微见一下，把关系要建立起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个人很喜欢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知道很多人愿意更多的跟人打交道，这个就是看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了，一个性格看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呢，我也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刚才讲的，在一个全球化的范围之内，这个会导致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如果说真的是公司可以随便在全球的地方招人的话，那么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就比如说，那如果说硅谷本身的收入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话，那很多人都会离开这个地方了。而很多别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如果它的工程师产出非常多，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中国工程师当然也很优秀，但是中国工程师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如果真的出现了就是公司可以随便全球招人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好好去培训一下中国工程师的这个英文能力，因为很多时候以后你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在北京、上海、深圳，你就不仅仅可以给这个什么 BAT 打工了，你们以后可以给 Google、Facebook 这些在硅谷公司远程工作，但是你交流能力就需要提高了，就不仅仅讲中文了，也得能讲英文，至少是跟要印度人一样好的那种英文水平，否则的话，在全球的竞争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难处。
不过呢，这个对中国工程师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国内还是有很多内卷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很多35岁现象，对吧？35岁工程师可能怎么样就很难找到工作，那没关系。你要是中国工程师35岁了，你不要的话，那有的是人要。那硅谷有很多公司不在意你的年龄的，对吧？你就给其他公司工作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倒是件好事。对，如果有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流动的话，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总的来说呢，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发生让我非常意外，就是说我其实没有料到疫情对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以为1-2个月就回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长期发生，而且居然有公司宣布永久远程工作，而且这个事还不是1个2个。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惊讶。那拭目以待，看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行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请为我们转评赞。如果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在哔哩哔哩上请最好给我们3连或者转发给你喜欢看的朋友，在你的朋友圈上。好，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